好吧。这个民进党高层说选前高高兴的估11席啊，你记得吗？最差也什么5+1啊，有没有？哦，所以有11席，哎呀，太好了，形势一片大好，就没想到通通共估，就一个也没有。哦，所以他们原来在总统府等着开票，等着所以呢说哇，这要庆祝的，结果全军覆没。所以府院决策人士在开票后，他都不讲话。哦，党人要角也避免谈责任。哦，所以呢，他这在镜周刊说呢，因为镜周刊对民进党新闻掌握的还蛮详细的，本刊掌握，在大罢免投票当天，赖清德召集党内要角在官邸哦，总统府官邸哦看开票，殊不知从4点开始就一路落后，一开盘就看出来了。选举很多不需要等到后面，你一开始就看着大致的情况啊，一开始就知道。那执政党高层就他们也是选举专家嘛，就知道效果不如预期。当晚除令党团共同举行记者会对外回应，官邸开票聚会立即转为检讨会。哦，然后呢，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哦，第二天赖清德呢27号又招来府院党决策高层会谈，为接下来的施政重整步调。换句话说，原来预估是很乐观了，后来没想到这么不乐观。那他怎么预估的呢？他知不知道民心的向背呢？我不懂啊，我怎么会觉得自己很乐观啊？哦，那现在说有2个人被点名要接行政院长一个呢是潘孟安，一个是林佳龙那到底会不会不知道啊？那另外呢，民进党那边也点名郭志辉、邱泰源、叶秉成，说呢变成在野党的提款机所以应该下台那甚至还有点名，还有4个人然后呢，这个国发会主委刘进清也被贴上说呢应该下台那罢免失败，卫福部的次长，卫福部次长叫什么？吕建德啊？对。我不知道这个人，还说剿匪不止一次就成功。黄国昌说他还4任政务官，你在讲些什么呢？什么剿匪？这些人是匪吗？你当政务官呢？你把你的这个在野党立委当成什么？真的太过分了！这是没有见过。对，如果在国外不要说他下台就倒阁的啦。真的，我们台湾这个政务官乱讲话好像都无所谓。你在日本看看，对不对？你在这个英国看看会怎样王宏威说，内阁应该负起责任，不要冲促换人，也不要空降酬庸就不要说换掉一个更烂的人来。那李文忠是说原来这个民进党立委，后来是辅导会的副主委嘛对，他说组联合政府是必然的选项了，但是呢，赖清德一定不会理他了。本来在内阁制有内阁制，像我们有内阁制色彩的国家，这种情况当然是联合内阁，连陈水扁他都不是内阁，连唐飞都用国民党的唐飞担任行政院长，这是必然。你民主就是妥协，就是大家这个互相的这个忍让嘛。你的意见，我举了很多例子，你比如说大法官，这个那天这个26号投票，25号表决大法官，当然这个日子就很不好了，这不应该在投票之前，好吧？既然定了。那你大法官你7个，你总是赖清德应该先讨论一下，跟在野党沟通一下嘛，说我们被提出这7个，你们什么意见？你们有什么更好的人选能够提供给我们参考？跟在野党都应该的，本来就应该，这本来民主制就是这样嘛，通通不讨论，那天就表决，看你要怎样。你如果把我干掉，我就骂你，所以你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把他罢免掉。所以前2天就那天之前有几个委员来问我了，说我们该怎样？我说当然全部干掉。他把他干掉不会被骂。我说你们如果敢通过1、2个，蓝营就倒了，蓝营就不出来投票了。你搞清楚啊，蓝营选你们干嘛？你们就是忠诚的反对党，该要表态就表态，你还去跟他投他支持人，你不自我犯贱吗？他有跟你讨论过吗？他有征询你的意见吗？当然全部干掉，没有什么变。绿营不会投你的啦，你蓝营的基本盘要出来，你就是要表现一个在野党的样子。后来还不错，你们那天。是我后来知道是因为党团决议的我觉得还不错了应该这样。来，志宝兄，这一次的一个要大罢免，说要这个要罢免了，真的我一路选下来，我觉得绿营太造谣实在太多了，而且洗脑的真的很成功啊。我是这样子，我最后的一段时间呢，我早上站路口1个小时，1个月时间。然后晚上呢，我是一个里扫街，晚上扫2个小时。然后居然
我昨天突然一个时期不知道怎么看到一个绿台的节目啊，居然民进党的一个议员呢、也常常出现了。他说、你看赖世宝什么时候要这么认真去扫市场？每次都扫市场。我选举每次扫市场，只是这次扫特别多，一个市场就扫3次以上。以前是最少扫2次。我是做的很到位 ，SOP 做的很到位。我空战，我做了一支影片哦，我做一支影片20秒的，我在其他的新闻台播啊，我的脸书也播啊。到今天那一支短片里面就是由陈水扁，由这个以前的副总统啊李秀莲、谢长廷3个人骂民进党的大罢免是不合理的。我这样播这支的影片到今天为止120万了，120万观看次啊！你知道吗？短短的影片，你就知道有多少人是做这个，实在是太不合理的。而且我在选举过程当中，这个骂我就当着我的面了，共委立委，就这样子。我心里想，凭什么骂我是共委立委？就这样子骂我是共委立委，还有骑摩托车过来3字经。好像撞我的样子，不是还有一个差点要刑事还有在后面尾随我，拿一把刀子，这20-30公的刀子，砍我这样。我说天哪，我的选举选这么多次，第一次碰到这个样子啊！你就发现到说，台湾的社会已经彻底被撕裂掉了。台湾因为民进党整个由赖清德、柯建铭所发动的这一次的一个无差别的大罢免，让台湾整个社会原来很善良的。就最美的风景是我们善良人性都不见了，就变成说立场不一样，就彼此仇恨啊，彼此对立啊。我感触非常深，我真的非常难过，那所以我这次选的也特别认真。我觉得罢免了，就对每个立委来讲的话，天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1届也过，2届也过，要到3届来打，我拼了命就打，所以我空战打，我陆战全面到位，我自己认为全面到位。这个我说过啊，还过程当中居然绿媒啦，有个绿媒好了，他做一个民调，说台北市的5个立委里面呢，我输对手22%，我最危险，就赢了22%。我事实上我自己做1000份那个标准的民调，就在那几天我的结果也出来了，我自己看我的民调，我赢23。他说我输22，那我心里就笑一笑。好，他这边出来又一直发笑哦。民进党不是一个大佬吗？什么大佬？林左水。什么大师，对不对？我都不要讲他的名字，他讲了2次哦，在选前还在讲哦，说国民党的5个立委，台北市5个立委全倒。可见得他的同温层有多严重。我就觉得说，你到底凭什么讲这个？那个什么新闻？那个什么新闻做的民调是什么？是1000多份的民调分给5个立委，所以我的民调只有200多分，误差范围多大？误差胜负7。我自己做的民调是我花钱做超过1068，是非常的标准。然后我告诉各位，我一向这个样子，因为我落选过，所以我对民调非常重视。我自己做的这个所有的民调是。一直做到7月25号的晚上，滚动式了，你在滚动式。好，我做的结果是，我赢23%，结果赢了多少？跳开出来赢22。那这一家的民调公司年轻人嘛，你的好朋友嘛每一次的误差范围，我做了几乎每一次误差范围1%以内，有一次差0.1。所以你民调好好做了，不能乱做了，不能为了讨好当事人高兴啊，等也不能为了政治理由了哈。他讲这是真的了哈，因为他礼拜6投票嘛，礼拜5他要我陪他去扫街，台大附近那一带啊。下大雨哦，下好大雨，我就想说，如果拍出来，你可以获得不少同情票。怎么没有媒体报道呢？没有发彩通，他们怕路上有人抗议啊，怕路上万一拿刀啊来追杀，怕对我不利了。他很体贴，没有发，媒体都不知道。下大雨，好大的雨啊！你看当事人紧张到连采访通知都不发，因为生怕万一那个仇恨的人跑来闹啊，跑来威胁生命啊，不好，真的这样实在是不好。休息再回来。好，那么
不承认赖清德他不承认失败，他讲话他说今天的结果不是某一方的胜利，也不是另一方的失败，明明是失败。我觉得他一半的讲对，一半讲错，不是某一方的成功，是国民党也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的胜利。他哪有胜利呢？他原来这些立委就已经当选的，在那守住了，对不对？他不能说他成功什么东西，没有什么胜利嘛。但是民进党要罢人家，你是失败了，你能说你成功吗？哦，好吧，反正现在也不承认啊。那另外呢，这个他还要继续推团结思想，因为他在选举当时前面推的4奖，就反正有很多地方被他拿出来抨击了那突然就变成第7奖了，奇怪啊，在花莲。那我说那5、6呢？5、6说都讲了，只是闭门讲。我说闭门讲，总统讲话有新闻稿出来，也没有新闻稿。所以他讲过了。第5讲外交，第6讲两岸都没有新闻稿出来，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们没新闻稿。第7讲本来要讲民主，本来要在花莲讲，那我想他去就刚好罢团那天要从花莲在集会要出发，我以为他就配合他，结果那时候有台风也没讲，那现在说还要继续讲，所以就有人批评他是不是还是想选举，没有想要治国那另外呢，不过赖清德个性怎么样看？我既然讲要讲，我就把它讲完。没有，还有823呢。他考虑是还有823。我觉得他反正他放心好了，他之后那个讲也会很收敛的。我不然他会大张旗鼓，1、2、3、4这样那另外呢，这个蔡英文说，大罢免虽然失败了，但是呢，台湾的内外挑战非常多，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赖清德那蔡英文因为事先也没什么表态，直到前2天才知道他会去投票，但他会怎么投他也没讲，所以呢，我觉得蔡系其实也是不爽，对赖清德其实不爽，民进党里面其实很多系搞不好都不爽好，我们看一下。总统投完票有想要去哪里吗？现身投下罢免票，但开票结果是24席国民党立委罢免失败。蔡英文维持过去习惯，脸书发声安慰支持者。为了确保小小多山的国家能够继续稳健前进，希望投票后大家都能够继续支持总统赖清德与执政团队。还特别 #赖总统的粉丝号诉诸团结，是否要撇清谣言？因为传出2028英系要组小买配。我看坊间盛传这次又要分化，包括小英在内，我们会对赖清德不会有任何所谓的在困难的时间，我们就有做出任何分化的这种感觉。英系主委出面驳斥，这消息是子虚乌有。不过眼看总统执政满1周年，遇上罢免失利，被指跛脚，恐怕也牵动2026县市长布局。新北选情，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看来参战几率低，南台湾的台南所以初选胜负。不过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是否有可能靠拢英系呢？而高雄的邱意莹也与英系陈其迈市长友好，陈其迈也在罢免后发文，却只字未提罢免2字，强调唯有团结才能把家园维护更好，似乎也在呼应前总统，只是前2天的这话会不会意有所指？不管是行政院能够更有效率更重要的是说，那能够需要一个正常的国会。要求行政院更有效率，是否跟网络媒体点名不少绿立委抱怨有关系呢？报道指出，只要跟国民党提出类似诉求法案，就会接到党团拜托撤案电话，就像5月3读通过的新增国定假日。民意之所在，而有所分寸。不否认有类似情况，党内立委若拒当乖乖牌，赖政府施政忧心会更棘手。那伟生怎么看？是我们会看到这一次都还在检讨当中，那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都非常的开放，那希望有更多声音可以进到党内，然后来去了解这些状况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倾听人民的声音，那也就是说甚至连基层的民意代表应该都要更了解现在的现况，那去做一个最终的改善。那目前总统是还没有接受林右昌秘书长的这个辞呈，那应该都还在讨论当中。那内阁的改组目前也还没有任何的消息，不过针对这一次的状况，我们还是会做一个集体的讨论，做一个重新的盘点。那希望确保说，未来的整个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些事情、一些政策都能够如期的去完成它。季凯，很多人现在都在期待赖总统的团结思想可以继续啦，特别在823以前一定要讲，好不好？好，823以前一定要讲，包括那个外交，他谈外交一言再言外交吴钊燮共谍就在一手你这样提拔的。外交部、国安会，
那你到现在不说明也不下台，我们也想说赖总统嘴巴要把这个事情要做个清楚交代啊，所以我们期待823之前总统要讲这个事情。那另外呢，现在在总统大罢免大失败之后，他的责任往外推，他现在是不负责任的。他说这是公民运动啊，我要问哦，公民的这个活动，那你这样你的党秘书长为什么下台？现在连曹兴诚要绕跑之前，他都大失败这个大放鸟的同时，他直接都讲什么？你民进党只是要当不用负责任的侧翼，人家讲这么白了，民进党可以不用负责任吗？特别是赖清德赖总统，赵大哥，我们这段时间这样助讲，这样一路下来，3个人的仇恨值最高啊，一个当然是赖清德赖总统啊，对不对？一个柯建铭嘛，一个就是曹兴诚啊，曹兴诚现在已经要绕跑了，他之前放弃中华民国籍，然后去拿了这个新加坡籍。他现在很准备要走了，他说这交给后面823就交给民进党，他已经要走了嘛，对不对？那现在接下来你看赖清德赖总统这个责任，这次大家在看那个场合里面，大家对赖清德有多大的一个不满？想到那个杂志说那个事情，要把他打掉，对不对？然后他一而再再有三出来以后，然后每次都是在推波助澜，包括他党公职不是前面都动员了吗？在立法院哦，他们现在说跟民进党没有关系，民进党所有的立法委员上台讲了，到最后一句要讲一句话：大罢免大成功。不管讲什么议题，要发1万块的什么5天假的啦，什么民生法案讲到后来，他下来之前，大罢免大成功。每个民进党立委都这样，大家把那个袋子剪一剪。赖清德跟民进党可以讲说这次是公民团体吗？这不就是民进党推动的吗？特别柯建铭都讲了，选后的去年113的隔2天115，赖清德跟总统泰就说要推动这个啦。你怎么把责任成功了就如果大罢免成功就说你们的功劳，而且推给公民团体，怪不得现在曹英整他们都生气了嘛。更生气的，我觉得现在不是什么内阁改组的问题，好不好？赵哥你在演讲，你觉得大家对周永泰有感觉吗？没感觉。周永泰现在换谁来？如果他们把人民的痛离人民距离那么远，跟人民是作对的，换哪一个人当行政院长都没有用啦。像嘉义跟台南现在又要下大雨，我嘉义的故乡。很多人讲说，现在不只是马路上淹水，那个屋顶被掀开的屋顶都还没修好，现在地面又一片汪洋了，多可怜！台南、吴米勒、昆明北岸的故乡，后边这个是后壁，台南的后壁，你看水已经淹到这里了，房子还没修好，现在水又淹了，谁来帮嘉义跟台南这个民众？所以换哪一个行政院长，赶快去救灾，把人民放在心上，这个才是有用的。这是人民已经清楚跟你讲了。第一个，人民要你回到经济跟民生，包括救灾方面，就不是你们在搞罢免、搞这些东西。第二个，人民对司法追杀有没有反感啊？这是为什么票冲这么高出来？小草跟民众党这个支持是什么？我们来帮阿北投票啊！最后一个礼拜他已经有机会，已经压太久了。证据又不足，然后每次传来证人都打脸北检，我们说应该放了，结果前一个礼拜投票前一个礼拜，你又把它压2个月，我们就说我们跑出来，我们帮阿北投这张票，大家如果不出来投票，柯文哲就出不来，整个民众党整个都冲出来啊，所以一个是经济民生，你要每次在打什么抗中保台牌，人民如果连受灾你那个痛都没有放在心上，你人民距离那么远。换几个行政长都讲都没用啦，你们民进党就继续再输下去啦。第二个，抗中保台牌已经没有那么强可以用了，司法追杀赶快停止好不好？不是只有把柯文哲放了，很多国民党一些党部主委什么干部，那个那么轻的罪，你现在还压在里面，包括你走向独裁制度这些，如果不改的话，人民在823好用选票再好再教训你一次。刚谈到救灾我之前我们在节目有讲，说你那个帆布这不是办法的啦。对啊，那个下次下雨就下来，现在就发生了。对啊，就像那个水球一样，水一下就崩了嘛，很可怜的。抱歉，赵哥，这里面还有2个很大问题啊。以前如果重大这个灾情，所以要一个安置中心，甚至要组合屋，对不对？对。这次嘉义跟台南大家知道吗？18000户的人家的家里屋顶被掀开，连墙壁有些都吹倒，到现在几千家都还没有弄好。有些只是盖这个，你要赶快啊！现在我觉得要赶快设前进指挥所，要么总统、行政院长下去，然后第二个赶快组合屋盖，赶快盖。那至少你要给一个安置中心啊，要不然这些人现在屋顶没有好，然后现在又下雨，你叫我们嘉义乡亲，叫我们台南乡亲怎么办？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同情，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怜，当事人才惨呐。那一个小时都忍受不了，不要说1夜，那1夜怎么过啊？那个日子怎么过啊？那个水就这样下来，现在再回来。好吧，
罢免票会说话了哈，新北、台北撑住哦。那另外桃园、台中哦，民进党票得的不好，所以呢，他们说认为这是赖清德连任的时候的红色警戒区哦。那么不管在双北啊，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啊，特别为什么讲说桃园跟台中呢？在桃园哈，你看桃园现在被罢了牛许婷、涂全吉、鲁明哲、万美玲、吕玉玲，就6个啊，哦，那这6个他们立委选举的时候呢，当时呢他们是得61.2万，民进党委员得的是53万，但这次呢同意罢免的呢只有41.7万，所以少了5.8万。哦，那不同意罢免的呢60万，比当时60万只少了1.1万，所以民进党少的票比较多哈。那另外台中市也是，当时民进党得30.9万，国民党得36万。那这次同意罢免24.6万，所以民进党跟他委员选的时候少6万，不同意呢，那从这个36变少了4.8万，所以民进党少的比较多。意思就是说，照理讲你罢免方面应该是有仇恨值，应该去的哈。那其实哈，这个很简单的，我昨天。因为中午请我的99岁快100岁的岳母中午吃饭，每个礼拜天我们跟他吃饭，他就讲了一句我原来没想到的，他说我事先我就知道不会输啊，我说为什么？我们要护住我们当时投票的立委啊，这比任何一句讲的都好，我们要护卫嘛，这是我们选出来，我们当然要护卫他嘛。哎呀，我事先这边浮选都没想到这句话，你知道吗？我们要护卫，我真智慧，护卫我们选出来立委，这讲的多好，这讲的多好哈，要护卫，因为当时我们是支持他的嘛。我当时去这个讲话有讲了，我说这些人是当时大家选出来的，因为群众很多，我说大家当时有没有投他？有没有投赖士葆？有。那现在没有投赖士葆，要罢免赖士葆，那对你们这些当时投赖士葆就是一个羞辱嘛。我只能讲到这里。要护卫他，因为是我们选出来的，好吧？现在有8个人不同意罢免高于当选得票哈。张志伦当时呢选立委只有8.9万，现在拿到9.5万。林佩祥他的9.1万拿到9.6万，鲁明哲10.2万拿到10.5万，吕玉玲呢8.9万拿到9.7万，多很多。邱若华8.1万拿到9.2万，多1.1万。郑正乾的9.2万拿到11.9万哦。那当然这是因为跟蓝白合作在那个地方。因为那时候柯文哲的妹妹还有对跟他柯美兰选立委。我到新竹的时候，柯美兰还跟我一起站台，跟高虹嘛。高虹这得的票，这个他比他得票全国最高的票是高虹安啊。高虹安你看，当时只能拿9.8万，是拿12万，是全国这个他得到最高的票哈，就表示他对司法也是觉得你不公嘛，我要还你公道哈。那黄建斌啊，当时2.5万，现在拿到3.4万啊，这是8个人，他高于当时的得票了。不过当然我要讲一讲哈，有7个人是民进党的是达到25%，对，有7个人达到25%，所以这7个人现在还有2年半时间，好好的服务，好好的问政。这7个人在下次选举，我认为是在围选边缘的，哦，因为25%这样的门槛都你的对手都突破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有7个人啊，好吧？黄国昌哦说现在他本来想选新北市长，说现在是不是谈判空间大增哈？那另外黄国昌有放话，新北议会内组党团哦，换句话说，他要一定的名额才能够组党团嘛哈。那另外呢，台北市他也说现在民众呢，台北市有4个议员，要增加2个，4+2。哦，那国民党市长是大家拼呢，还是应该协调一下啊？那蓝还在评估了哈。那另外呢，卢秀燕啊，就是说感谢白银跟小草，我们要继续并肩前行。好，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现在乘胜追击，民众党真的蛮有行动力的。8月2号要到屏东恒春去讲河山研议的议题，而且黄国昌亲自在对，因为823那天有2个事啊，一个是还有这个7个国民党委员要被罢，哦，新北1个，哦，罗明才，然后新竹县1个林思敏。然后呢，南投2个，马文君跟这个尤浩啊，然后呢，台中县就是原来的台中县了，现在台中市啊，这个严宽恒啊，这个江启臣、杨琼英啊，有一共7个哈。但那天还有一个河山研议案，这个是民众党团哦，是民众党的案子，是全台湾都要投的。我们要办100场的说明会，那是河山哈，所以到时候呢。河山我不知道他的题目会怎么设计，是同意研议，对，然后这边是不同意罢免，对，哦，所以大家搞清楚，但是一个同意，一个不同意，不要混淆了哈。这到时候黄国昌现在要亲自去啊。当恒春那个时候呢，这个我选举的时候，副总统也去那边演讲了啊，也跟帮屏东的这个立委了哈。这很妙的，
核三厂附近的里长都同意，最支持核三，相对支持，为什么呢？因为它核电厂里面，第一个安全没问题啊，而且它是比较新的，它在核1、核2、3它是最新的一个，安全没问题啊。第二个呢，因为哪边是核电厂附近会有一些公共建设的补助，哦，那比如说电费可能都不用付钱了，然后呢有一些公共建设补助，所以地方是很希望核电继续延役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团批评说，为什么要重放司法嫌疑人？来促成绿白合作什么？这个讲话就没有，他是嫌疑人，他不是定验人呢，他是嫌疑，嫌疑就把他关起来，一关将近1年11个月，不可以这样子啊，嫌疑不可以这样子啊，对不对？哦，所以呢，你一关搞太久了，我觉得了哈，实在是不合理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说民进党现在有人认为说绿白是可以合作的。民进党跟民进党是可以合作的，那民进党到底愿不愿意？因为民进党现在如果把民进党抓来，也许民进党还可以继续这个执政啊。那黄国昌说，到底绿白能不能重建关系？他说，国家利益要在政党利益之上，赖清德必须要向全民道歉啊！你要道歉，我做这1年多来没有什么这个建树，然后呢，这次罢免搞得这个全国这样分裂对立，赖清德向全国道歉。他说这样的话再来谈。看一下。A huge blow to President William Lai. 外媒口中的打击，除了针对执政，民进党内部恐怕也紧盯选盘的改变。除了考量投票率等种种因素，但翻开罢免结果，对比2024年立委选举，上次投给绿营候选人，台北市直接少了10万票，蓝营少了5万票；而在新北市，民进党比上次少了5万多票，国民党则少了7万。但来到桃园，绿营比2024年少了近6万票，反观支持蓝营的人数落差只有1万；而在台中，比对2次支持绿营的人减了6万多，对比蓝营掉的幅度更明显。对比这次罢免投票和2024投立委2次选举蓝绿之间的差距，台北市这次差9.8万票，等于比上次多了1倍。桃园更严重，这次不同意比同意多了18万票，反倒是上次蓝绿候选人之间只差了8万票。而在台中，这次差距超过6万股，比去年选举多了1.4万票，唯独只有在新北市，在这次投票的差距10万，比上次12万少了2万，是否是苏巧慧催票奏效呢？不过绿营版图变动是事实，是否意味着抗中保台牌已没用？彭博社也分析，民进党必须意识到，不能在每次选举都依赖反中言论，因为选民可能更关心经济和民生问题。It shows that voters aren't interested in more political fighting. For Lai and the DPP, analysts say that this is a wake-up call, as they will need to rethink their strategy if they want to regain momentum. 这深深警钟，就看绿营内部有无听见。来，有评是，我觉得这次对国民党来讲呢，第一个他是守住了艰困的一仗啊，那也很多人觉得很爽，刚才思刚讲的。可是呢，也可以小小的有点庆幸。那主要是在桃园，桃园上一次立委选举的时候呢，民进党的得票跟国民党的得票呢差8万票而已哦。虽然国民党全数当选，但是只多达8万票。这次呢，不同意票大过同意票18万票。那桃园为什么？我认为除了说。其实桃园大家不要忘了，在郑文灿去主政前，桃园是一个比台北市还蓝的地方，是郑文灿去改变了蓝绿的格局。结果呢，你赖清德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郑文灿抓起来，所以桃园说真的，你那个结构又回到蓝相当大于绿，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那另外一个指标性的地方是台中市，台中市呢。这一次也比上一次就是立委选举跟这次投票率还比较低哦。上次这个立委选举投票率还比较高哦，因为上次还有总统，对，还有总统，可是现在才光开出3个立委被罢的3个立委的票差，比上一次呢已经多了6万票。所以另外再3个江启臣、杨琼英跟严宽恒若再投下去的话，很可能票差也会拉到10万。那拉到10万呢，对蓝营来讲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安全值。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呢？蓝白示范区。
好，我觉得今天证明了卢秀燕非常非常有远见。大家还记不记得高虹安都还没有官司哦？然后在这个选市长的时候，谁是第一个去对他示好，然后做蓝白示范的，就是卢秀燕哦。所以像这些部分，我觉得未来都会发酵。但是我最后要讲一点哦，国民党松一口气可以，但是拜托几位委员，今天我看到赖委员，我很高兴，因为都还保持了相当严肃而人间清醒的精神。为什么？因为民进党没有要停手，赖清德没有要停手，大家很乐观的说啊，这个一过啊，那个阿北就要放出来啊，黄绿举物就要放出来，怎么会？你知道就在今天大罢免后的第一天上班，法务部敢做什么事情？把那个阿北最生气，柯文哲一直在骂那个林俊彦检察官。直接把他升官做新北市的主任检察官，然后一样是办柯文哲案的另外一个检察官唐仲庆，直接放去花莲做主任检察官。这个布局干什么？这个布局呢，就是冲着2026来的啊。他知道他用正规方式赢不了新北市，到时候兵家必争，马上派主任检察官听民进党话的，愿意做这个赖王朝打手的，直接去作证。然后呢，傅崐萁，对不对？这一次被你抗罢又成功，直接派也是马上他们这个夫妇都不能再做县长了嘛，派主任检察官下去处理。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对民众党来讲，一直要保持警戒。就要再回来。你讲对。好吧，云嘉南很惨哦，台南后壁水淹到腰了，哦，大豪雨灌进民宅，居民说根本来不及搬沙包，一下子就下到这个很大的雨哈，就是台湾其实全年的雨量并没有增加，但是集中在某个时候下就很要命了哈。消防员还把一个80岁的老太太救出来哈，那说台南后壁说60年得拜度点，居民说啊，台南现在不宁静了，怎么会这样？对不起。然后呢，这个说一个游子返乡了，所以有灾情了。黄伟哲说不是事实了，哦，网友就说啊，到七股都现在都还没有讯号啊，哦，都还没有22天了还没有讯号哈。那嘉南部分地区到现在还断讯，交通部长也不回应，哦，不愿意讲哦。那另外呢，立委要去考察了，结果呢遇到淹水，你看淹到这边哈。所以呢，可能底盘啊什么都淹了水了哈，而且有可能引擎也进水了，所以呢抛锚在路中，水已经淹到半个轮胎高，那是早上啊，中午现在一定更高了哈。那另外呢，台积电的 AP7厂也是呢泥水惨淹，员工呢卷裤子哈泡在水里面哈，都已经泡的工厂里面哈。那另外呢，这个停班课很多居民抱怨太迟，所以我已经到了公司来说停班。哦，到了学校才说停课，那我再回去啊。有的人干脆就进了公司了，说等等再回去吧啊。小孩被娃娃车都接走了，所以家长很生气，赶快嘛，这你是预计到这么大，怎么都不早一点呢？8小时嘉义的雨量就破了340毫米，车库变水库哦，车库都积水了哈。那另外呢，很多人屋顶没有盖上，嘉义一早又淹成，屋顶没上，盖上也没用，那个帆布不想嘛，水一多就会塌。我早就讲了。帆布怎么能挡雨呢？不能嘛，风也挡不了了，只能临时栖身。那赶快要救啊！居民感叹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真的诚心的跟赖清德喊话了哈。当时上次下雨22天以前，你就说他们汉光演习，国军不行。现在汉光演习结束了，就把这个当成另外一个演习，好不好？国军赶快来救吧，来救是那个面子不重要，救这些灾民比较重要嘛，真的是比较重要了哈。来，这个世刚，现在这个民进党对很多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慢半拍啊。但你像不管是在嘉义的或是台南的这些当地政府的责任，其实是第一线的责任。他最能了解他能手上调度的资源是什么。所以你看黄伟哲，其实就刚讲，他其实上个礼拜还在台北参加一些罢免活动，然后林俊宪应该不要说是台北罢免常客，常常出现在菜市场。那大家期待你的立委，甚至是未来的市长，难道你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搞政治啊？搞政治、搞罢免？
那事实上这一段期间，这一年多时间，我觉得整个民进党施政就是重政治啊，轻民生，所有关于可以打击在野党的、抹黑在野党，都是放在第一位。但是对于大家民生有重要性的，甚至像光电板的事情，讨论到现在，到底现在移除了没有？到底到哪里去了？啊，这次又那个地方又开始下雨了，会不会造成新一波的灾情出来？目前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也没有看到环保单位或是当地的政府有做掌握，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政府，民进党主导的政府，基本上整个在内政上是失能的。好，他对于跟两岸对抗，然后跟国际之间又利用各种关系，他们很活络。好，但是你看这2天，我就特别注意啊，蔡英文跟萧美琴已经率先在脸书要求检讨的声音，我觉得代表英系是否开始要埋下一些伏笔。对于赖清德的一些做法展开反扑，而且刚好利用云嘉那次下雨啊，水在街道延蛮久的，1个礼拜下，不是立刻就停了。赖清德也可以说好吧，既然如此，因为他当时在花莲的演讲都可以停掉了嘛，就说823大罢免不继续办了，民进党不参与，你不参与，民进党不参与就没有了，好好去救灾吧。来，伟山。其实，在丹纳斯台风的时候，其实第一时间国军就已经有进入抢灾，所以持续都在救援当中。只是这次真的特别的严重，因为很少有台风就直接从这个西半边的台湾海峡这样上来，后来还直接就是切进了台湾，所以确实这一次真的蛮严重。然后尤其中南部很多都是那种3合院，是比较旧式的房屋，并不是那种水泥砖瓦的这一种，所以它确实是非常的严重。但持续的救灾当中，那国军绝对有帮忙，就像今天这个后壁这个大淹水，其实国军也是出动，然后协助居民来发送一些物资等等。那台南其实也是反应的非常快，就是大概简化了一些流程之后，大概所谓的灾损的这个慰助金，在下礼拜最快就是可以先入账了。那其他的这个补助会随时就会接下来就会陆续来发放当中，我们是积极的抢灾。今天已经是丹纳斯台风过后的第22天，我跟大家报告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样子。还有很多家里的屋顶被掀开了，到现在都连整理都没有整理，有些是盖的这个帆布。然后呢，你如果打电话去找工人，要等2个月，要等2个月。另外，不是只有房子的问题，垃圾跟废弃物，像在义竹乡，那个乡长昨天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垃圾如果要清完，至少2个月，而且他讲的都快哭了。他说2个月，结果垃圾每天都还堆出来。他说我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半年都清不完。所以现在乡公所或者是整个县政府的量能跟台南市政府已经没办法去处理房子跟垃圾这些事情了。所以拜托一下，刚刚赵大哥呼吁这个非常重要，拜托一下。然后讲国军第1天是有去救的，7月7号当天是有的，隔天7月8号开始汉光演习，国军就撤掉了，所以才有第5天灾民苦苦的哀求我们的总统说，我们爬不上去了。那个屋顶需要修复，请国军来帮忙。可是那时候没有去，所以拜托一下，汉光演习已经停了，现在赶快去，赶快把房子赶快帮忙修好，把废弃物赶快处理好，包括有些农作物到现在什么光电板那个都还没有清，那个都需要非常非常多。而且我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以前重大灾情都有前进指挥中心，还有安置中心，这2个这次都没有做。赶快做，这个前进指挥中心一去，就是包括行政院长或者重要部会说一定要进驻在那边。第2个有一个安置中心，让灾民可以先住在那边，房子还可以修好。你讲那个废弃物，至少这个我懂，环保部要出来协调附近的县市能够来协助来经营，这个没有多困难嘛。这就是前进指挥所的意义。所以我上礼拜呢，就说不要再告诉我说有多么的认真，连个前进指挥所都没有，说是100年来的难得一见的这样子的一个台风水灾，连个前进指挥所都没有。前进指挥所要做什么？我不是很懂啊。前进指挥所要做什么？就是呢，通常来讲，你至少要有一个副院长或者是政务委员在现场指挥，然后每一个部会要派次长或司长、署长级以上的人在现场，他才可以立刻解决问题，立刻指挥调度。我要提醒一下，每一个县市长都应该要有一个气象专家的好朋友。那我现在看到的气象的预报，这场雨要一直下到明天，然后而且有可能因为竹节草的这个带动之下，它有可能要下到周末。这一点其实对中南部来讲实在太伤害了。提一下这里面是气象局的相关的报道，它是西南气流持续到周3后天，中南部豪雨以上降雨，那北部地区今天晚上局部会有大雨，所以很清楚看得到，这一次来讲的话，是等于是全省、全国都是
会下雨，这个地方下一点，那个地方下一点。可是南部现在很惨，从嘉义开始都非常惨，嘉义啦、台南啦、屏东那边其实都非常惨。可是就像他们几位刚刚讲到了，政府的功能在哪里？国军呢，老实讲，真的海关演习停了，你赶快大量人力进去吧，要救救他们了，救救他们了。万事莫如救灾急了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刻呢，反正大罢免，我觉得民进党也应该看到整个政治氛围的转变。如果还不幡然醒悟，赶快去做一点实事，维持现在让大家觉得我们是活在没有政府的地方，国不成国。你要让大家什么再向心力、再保台，你连一个风灾、一个下雨都保不了台，人家会相信你以后可以保台吗？我觉得媒体很重要，必须要反映事实啦。我通常很少点他们名，赶快去多报道。那我中午看这新闻看来去，只有 TBS 报道比较多。TBS 比较详实，你该报的就要报道。记者的天职不是这样吗？你去掩饰什么东西呢？你掩饰他干什么呢？你这样报道和他才会政府才会有压力嘛，他才会知道说哇，原来媒体都注意这个事情了，他才会真的去救。你就不报道，那就是好像粉丝那边他觉得没事啊。媒体可以这样子吗？媒体应该这样子吗？媒体能够这样子吗？太可恶了。对，这地方都是胜利的。因为我有一天很多都笔报，投给你知道上个礼拜我一笔报，那一天《自由时报》连一个字都没有。在一起，一个字都没有。